样，在您说到您的爆料之前，能不能先花一点点时间给我们解释两件事情？第一件事情是因为您的中国生意做的虽然很大，但是您毕竟是一介平民，而且现在我们知道您是一介外国平民。那么您有什么能力能够拿到这么多这些猛料？有什么？为什么您能够跟那个中国的这么高层的官员有这么多的来往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您家里的人，您说家里的人很多人就被抓进去了，员工被抓进去了，您能不能先谈一下这个情况？好，我为了这个不占用大家时间，我简单的说，好吧？这个所有的这个我能得到的信息的根本非常清楚。我认识一个安全部的副部长马建，他是过去18年来唯一的代表共产党、中国政府查处腐败的技术侦查人，所以他掌握了巨量的信息。后来由于他担心被害，还有他这个行动处长叫高辉先生的，这高辉是个警察，安全的人员，已经在专案组被他们给搞死了，已经死了1年多了啊。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对，但是这些东西呢这是我得到信息最多的。第二个，由于当时安全部马建副部长和我的关系，后来我也认识更多中纪委的人员，由于刘志华案啊，包括国安的人员啊，在盘古有一个他们的办公室，行动组的办公室。那么就是查处腐败的啊，就是今天王岐山书记、孟建书记干的事儿和傅振华干的事儿，就他们说国安部查处腐败的办公室是在您的有一部分大楼里头。对，在我大楼里面啊。那么在这个办公室里面，当然了，我得到了很多这样的信息。再一个就在这几年腐败当中，是以黑这个反腐、以贪反贪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把料给了我，因为我在国外嘛。另外一个，我亲身的经历很多，跟官员打交道。很多人把料给了你，是国家工作人员，很多人把料给了你。他们就是国家工作人员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在您的那个大楼里工作，有办公室，就因为这个关系，您跟他们认识，而他们就通过您这个渠道把很多资料给了您，是的，小夏女士。还有一个就是更重要的，就是说，这有很多事情我都是知道的啊，而且是我亲身经历的。而我现在要爆的料呢，第二个原因就是很清楚的，我的家人。就是说我家人被抓起来呢，原因很简单，查了3年都没有罪嘛。就第一次抓的时候，把我几个哥全抓走了，然后在1年后放出来。我的4个哥哥被抓走了。那么抓走以后呢，给放回来了。这1年后都放回来了。那么在2016年12月份初的时候，又把我的4哥和6哥还有我女儿又给抓回去了。后来我女儿放回来，我4哥还6哥还在里面，我的员工在里面，还在里面。有没有受到酷刑啊？那是这个，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照片。我的哥回来的时候啊，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是变形了。导播能先放一下照片。这个整个人都是都几十斤嘛，头发都没了，抱歉啊。这个我们的员工一样的，就是女性受到了虐待，男的带着脚镣被在地上折腾了1星期以后，让他当面就手淫啊，叫他们看。女员工呢被5个警察给按到墙上，让他收身，然后呢实行了凌辱。我的哥哥、大哥、二哥，还有这个我的4个、6哥啊，这回来的时候你可以从照片看，整个脸都是变形的，整个人都脱相了，然后回来以后就是傻的。那么后来这回来1年以后，就在去年又把4个、6个又抓回去了。抓他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这个我其中的哥啊，还有我那个赵广东副总啊，在管理国副总经理叫赵广东，管保安的。当时就给了傅振华的弟弟和傅振华第一笔钱，他是给钱的人和当事人，说他想灭口，就把他给抓起来了。那么我希望今天我的爆料当中呢，会涉及到这些事情。那么我的6哥郭文存、4哥郭文平还在里面，我的副总经理是这个赵广东也是当时的当事人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吕副总啊、吕涛副总啊，还有严副总是当时是取钱的、拿钱的人，所以他们所谓的办案呢。不是要查这个行贿和反贪，是要查当时给他们钱的要灭口，这是我今天爆料的主要原因。那是我就总结一下，您刚才说就是他们原来您跟国安关系是非常近的，那么您手里掌握了很多材料，他们也找您要钱，之后呢，完了为什么忽然之间变了脸，把你全家都关了进去？啊，这不是这样子的，这个逻辑不是，因为他们很简单，他不抓你家人呢，你就不听他话嘛，他怕你跑了嘛。还有一个，他最重要，他要灭口，他不要让他就是说我把你家人抓了，我要让你去替我去办事儿，把钱给我。接下来呢，因为这人被抓了，就是个绑票行为，你必须听我指示。说今天那个接下来我爆料当中呢，就是傅振华先生
是在他通知我，我才离开的，而且他告诉我他我是在马建被抓之前1年就离开了，8个月就离开了。他说要抓马建副部长的。离开的时间是2015年。2014年我离开的。2014年这个6月份我就离开了啊。马建什么时候被抓？马建是2015年1月份，1月10号左右被抓，1月15号被抓的吧啊。马建是2016年12月30号，中纪委的网站说前中国国家安全部。那是中纪网站，他是2015年1月份抓的。啊，他这个挺有意思。他说，他这个罪名呢是审查转移、藏匿涉案的财物，不按规定报道自己的房地产，违规为家属办理证件。有一个可能与你有关系，就说到利用职务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收受巨额财物，涉嫌受贿犯罪，而且18大以后仍不收敛、不收手。性质恶劣，情节严重。这个现在外交部说就是你和马建有关系，这完全是说是你和你栽赃陷害。这件事情很好，他不说，我告他都没法告。他说了，我特别开心。我昨晚看完以后，我最近没睡那么好觉过。昨天我看完就倒了就睡着了，特别开心。因为他不说，我告他是没有办法的。现在这个很多外国关注的政府呢，对这个事情一直在关注，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发声，他这个说法给我留下了证据。马建副部长还活着呢。我有没有的行贿是要通过证据和法律事实的，这个我们在这不必讨论啊。这个我们会用事实说话。我接着刚才跟您说这个，就是安全部，这个掌握这个信息啊，就是他为什么又这样又突然改变呢？很简单，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灭口，要我手中掌握的证据，包括今天我这个要展示你们的是这个我和傅振华先生的通话。我希望你们要看到傅振华先生作为一个全国的反贪的专案组组长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，那么他让我干什么了？而且是干了什么？我觉得你们应该看看这个，这是我今天谈的主题。接下来我们再谈到这些其他的背景的故事。